日本皇室藏了十几年的秘密，终于在今年夏天彻底藏不住了。天皇德仁的独生女，全日本民众看着长大的爱子内亲王，居然早就有了青梅竹马的心上人，而且天皇皇后两口子还主动跟女儿拉开距离，给小情侣腾地方约会。这事可不是什么路边小报瞎编的，放料的是日本报道皇室新闻最权威的周刊《女性自身》，照片拍在今年7月，按皇室每年的老规矩，爱子跟着父母去内须的皇家别墅避暑。往年这趟行程，一家三口永远形影不离，走到哪都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。可今年不一样了，德仁和雅子像全天下最懂事的父母似的，特意跟女儿保持了好几步的距离，把身边最好的位置留给了一个穿便服的年轻男人。当天，他们去了当地的动物园看鸟类表演，前排的位置上，那个男生挨着爱子坐，他在旁边低声说话，爱子就侧着耳朵听，听着听着就笑出了声，眼睛弯成月牙，连嘴角的梨窝都露出来了。那种放松的、毫无顾忌的笑容，跟他平时出席公务时温柔克制的样子，完全判若两人。现场有游客后来回忆说，整场表演爱子都没怎么看舞台，注意力大半都在身边的人身上，对方一开口他就笑，甜得像普通的热恋小姑娘。这组打了马赛克的照片一放出来，日本全网直接炸了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甚至有人说看完直接放心了，这才是爱子该有的人生。你可能会奇怪，不就是公主谈个恋爱吗？至于让全日本民众都跟着松口气？至于，太至于了。因为全日本的人都知道，爱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没多少事能自己做主。她是德仁天皇的独生女，是日本皇室这一代唯一的嫡公主。她的择校、穿衣、出行，甚至未来的婚姻，从她生下来那天起就被无数双眼睛盯着，被无数条规矩框着。民众一边心疼她从小活在聚光灯下受委屈，一边又矛盾的期待她能打破规矩，当上女天皇。可最怕的就是她最后逃不开政治联姻的命运，像她妈妈雅子当年那样，后半辈子困在皇宫里，连笑都要数着露几颗牙。所以这次青梅竹马的恋情一曝光，所有人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，大家心里的想法特别统一，要是未来驸马是这个人，那真的太完美了。这个男生到底是谁？女性自身没打哑谜，直接点明了身份，他就是十几年前就跟爱子一起出现在镜头里的大熊君。老粉应该都对这个外号有印象。时间倒回2009年，那时候爱子才上小学2年级，德仁一家暑假邀请小朋友来别墅玩，有记者拍到公园里，爱子跟一个圆乎乎的小男孩一起跑着玩。周刊记者看着小孩的样子，觉得特别像哆啦 A 梦里的大雄，随口就给起了个大雄君的外号。当时大家都开玩笑说，这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，谁也没当真，只当是普通的同学聚会。没人想到，这段从小学开始的交情，居然安安稳稳走了十几年。当年的小男孩，现在大家都叫他 H 君。他父亲是日本精致造船的老板，家族企业规模不小，家底十分殷实，是正儿八经的富二代。但这个男生最难得的地方，是他根本没靠家里躺平。他没走皇室子弟扎堆的学习院大学直升路线，全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早稻田大学。上学的时候加入了皮划艇社团，常年运动练出了一副好身板。毕业之后，他进了日本头部大银行工作，今年4月刚入职，办公地点就在皇居附近。如今他身高长到了185公分，挺拔精神，早就不是小时候那个圆乎乎的大熊了。更戳人的是他跟爱子之间，不是什么相亲宴上认识的门当户对，是真的一起走过了最难的日子。2010年，爱子上小学的时候，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，被同学骂胖猪、丑八怪，抢东西、推搡都是常事。那时候他吓得连学都不敢上，一度休学躲到奈须静养。就是那段时间 ，H 君一家人也去了奈须，两家人一起爬茶臼岳。山路不好走，爱子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是 H 君伸手稳稳扶住了他。下山的时候，两个人就一直手牵着手走，最后他还坐上了天皇一家的车一起离开。你要知道，日本皇室是个极度讲究层级、边界感极强的地方，让一个平民出身的孩子坐皇家专车，
这本身就是极高的信任和认可。从那时候起，这个男生就成了爱子为数不多的能卸下公主身份相处的朋友。皇室跟拍的记者后来回忆说，对爱子而言 ，H 君的存在就像陪了他16年的爱犬尤利一样，是长期稳定的精神依靠。今年6月，陪伴爱子长大的爱犬尤利去世，他难过了很久。紧接着7月的奈绪避暑，时隔6年没被拍到过的 H 君就特意请假出现在了他身边。日媒都说他是专门过来陪爱子走出低谷的，是守着公主的骑士。你算算，从小学2年级到24岁，10几年的时间，他们见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，也陪着对方走过了最难熬的阶段。不是相亲桌上见了几面就谈婚论嫁的陌生人，是知根知底一起长大的旧相识。这份感情有多难得，放在日本皇室的环境里就有多珍贵。说到这，你肯定会问，好好的公主谈恋爱，怎么就跟捡着宝似的？日本皇室的公主难道还愁嫁？还真不是愁嫁，是愁嫁的身不由己。要是搁以前，大家顶多操心公主能不能嫁个好人，但今年不一样。今年7月，日本国会刚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，这法案一出，等于把公主的婚姻直接跟皇位继承派系博弈绑到了一块。先给你掰扯清楚这个修正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表面上看，这法案是给皇室女性谋福利，以后女性皇族结婚之后可以保留皇族身份，不用像以前那样一嫁人就直接脱离皇籍，变成普通人。听起来是不是挺人性化？像是皇室进步了，尊重女性了。你往深了看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修正案真正的核心是第2条，允许皇室从1947年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里收养男性后代。这些被收养进来的男人能直接获得皇位继承资格，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还是平民，没有继承权。说白了，这套规则设计得明明白白，皇位必须传给男人，哪怕这个男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，是收养来的外人，也不能传给天皇亲生的女儿。而公主呢，可以留在皇室干活，可以给皇室撑门面，但别想碰皇位。更鸡贼的是，规则改了之后，立刻就有人算出了最优解，让皇室的公主嫁给旧公家的男丁。这样一来，公主能留住皇籍继续干活，旧公家的男丁能名正言顺进入皇室获得继承权，以后再生个孙子，皇位依旧是男的继承，完美闭环。唯一被牺牲的就是公主自己的婚姻意愿。当时各方主义的第一人选就是旧鹤阳公家的次子，家世跟皇室匹配，年龄跟爱子差不多，方方面面都像是量身定做的联姻对象。那段时间铺天盖地都是传闻，说保守派正在撮合爱子和鹤阳家的儿子，等法案一通过，婚事就能提上日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经典的宫斗戏码直接上演了，天皇的亲弟弟邱小公文仁一家先下手为强了。文仁是皇位第2顺位继承人，他儿子悠仁是第3顺位。按理说他家已经占了继承的大便宜，可他们连联姻的资源都不肯放过，直接找上了皇太后，也就是文仁的亲妈德仁的母亲美智子。大家都知道，皇太后向来偏心小儿子文仁，对这一支格外照顾。就这么着，在霞会馆例行的华族聚会上，皇太后亲自搭线，把鹤阳家的次子安排给了文仁的2女儿佳子公主相亲，等于直接截胡，把原本大家默认给爱子的联姻人选抢到了自己女儿名下。这是当时传出来，连普通吃瓜群众都看不下去了，吃相未免太难看了点。皇位你们家占了，现在连个联姻的人选都要抢，生怕爱子这边多一点筹码是不是？你别觉得这只是抢个相亲对象，背后全是继承权的算计。旧公家的男丁是稀缺资源，谁跟他们攀上姻亲，未来在皇室的话语权就多一分。文仁一家这算盘打的，隔着屏幕都能听见响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日本民众心里都悬着一根弦，他们怕爱子最后还是逃不开被安排的命运，怕她为了皇室的规矩，随便嫁给一个不认识的旧华族子弟，后半辈子跟他妈妈雅子一样困在深宫里，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所以 H 君的出现才像一道光似的，
他不是什么旧公家的后代，不牵扯任何继承权的算计。他跟爱子的感情从童年就开始了，跟权力、跟规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有家世但不依附皇室，有能力不靠关系上位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懂爱子的难，陪他走过了最难的路。也难怪女性自身这次破天荒的把话说得这么直白，半点不拐弯抹角。业内都猜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偷拍爆料，是媒体摆明了立场，站在民众这边，力挺爱子。潜台词就是，那些算计来算计去的政治联姻，都靠边站吧，我们公主有自己喜欢的人。说到这，就不得不提一句更讽刺的是，就在爱子恋情曝光的同时，参议院讨论皇室典范修正案的会上，有一帮政客大佬还在当众议论爱子的婚事，说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有个叫中曾根弘文的议员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爱子公主还是单身呢，真要是当了女天皇，根本没人敢娶她。就算她真当上了，到时候压力那么大，不还是得逼着她生儿子？还有人更离谱，直接出主意说，就让爱子嫁给旧公家的养子，然后生个儿子继承皇位，这样既保证了血统，又还是男性继位，两全其美。你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一个活生生的公主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个用来生继承人的工具人，连她嫁不嫁得出去，都能拿到国会上当众讨论，半分尊重都没有。难怪日本网友听完直接炸了，说对普通单身女性都不能说这种话，放在公主身上就理所当然了。更讽刺的是，爱子跟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公主同岁，都是24岁，人家比利时早就改了继承法，不管男女，老大就是王储。伊丽莎白公主从出生起就是铁定的未来女王，人家现在哈佛硕士毕业，还读完了皇家军事学院的课程，军训持枪的照片传遍全网，全国民众都等着她继位。可同样是国王的嫡长女，同样接受顶尖教育，同样能力出众人气高，爱子呢？她还在被一帮老古董议论没人敢娶得生儿子，她连继承皇位的资格都被一纸法案堵得死死的。这就是现在日本最魔幻的地方，民众都活在2026年了，支持女性天皇的比例超过80%，支持爱子继位的人接近70%，年轻人里支持率更是快冲到90%。可掌权的保守派还活在几百年前，死守着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，宁可从外面收养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男人回来当天皇，也不肯让天皇的亲女儿试一试。说起来，爱子这20多年真的是在骂声里一步步走过来的。她从小到大受的委屈一点不比她妈妈雅子少。她刚出生的时候，因为是女孩，宫内厅脸都拉下来了。那时候大家都盼着雅子能生个儿子继承皇位，结果生了爱子，所有人都把失望写在脸上，连带着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孩都跟着不受待见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她被同学霸凌，不敢去上学。德仁和雅子心疼女儿，亲自陪着她去学校，就这还被媒体骂摆架子公主病。后来还有爆料说，霸凌她的同学跟纪子妃的娘家人是亲戚，这话是真是假没人实锤。但那段日子，爱子确实过得暗无天日。到了青春期，她稍微长点肉，圆润了一点，铺天盖地的谩骂就又来了。媒体天天盯着她的身材，说她管不住嘴丢皇室的脸，网友跟着一起骂她丑胖子。那时候爱子压力大到得了厌食症，身高164公分，体重不到40公斤，整个人瘦的脸颊都凹陷下去，看着特别让人心疼。你想想，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天天被全国人民盯着体重，挑着长相，换谁能扛得住？可她硬是熬过来了。长大之后的爱子，活成了最让人省心的公主。她安安稳稳在学习院大学读完了日本文学专业，还自学了英语和西班牙语，就是为了以后做公务的时候能用得上。20岁成人礼的时候，别的公主都有定制的专属王冠，贞子有，佳子也有，唯独爱子借了姑姑黑田清子的旧王冠带。当时宫内听说疫情期间经济不好，要节省开支，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半句怨言都没有。她本来也有留学计划，可算下来，除了学费、生活费，还要配侍从和安保，花费太高，她直接就取消了。毕业之后，
他没像其他皇室成员那样进宫内厅当清闲的差事，反而去了日本红十字会青少年部做一名非全职员工，算下来税后月薪也就11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5000多块，跟普通上班族没什么区别。他就这么安安静静的，一边做着红会的工作，一边慢慢接手皇室的公务。接待外宾的时候，他能用斯瓦希里语跟肯尼亚总统打招呼，能全程用英语跟外交部长聊天，举止得体，温柔又大方。去灾区慰问的时候，他会蹲下来，跟坐轮椅的老人平视着说话，细节里全是教养。去年11月，23岁的爱子单独出访老挝，5天的行程，拜会国家主席，视察援助项目，参观文化遗产，全程自己撑下来，没出半点差错。他还特意换上了老挝的传统服饰，尊重当地的文化。回来之后好评如潮，他也成了日本皇室有史以来单独外访年纪最小的公主，打破了保持多年的记录。今年宫内厅又敲定了11月让爱子单独出访新加坡，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，2年2次单独外访，这在日本皇室的公主里是头一份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现在皇室的公务大半都要靠爱子撑着。你算算，皇室第3代里，贞子公主为了嫁小室圭，直接脱离皇籍跑去美国，多少年没回来了。佳子公主今年都32岁了，对公务越来越没兴趣，摆明了是想赶紧嫁人离开皇室，指不定哪天就宣布婚约了。唯一的男丁悠仁亲王刚上大2，学业都没整明白，每次出席公务都紧张的攥紧手，话都说不利索，根本撑不起场面。算来算去，能干活、愿意干活、还能干好活的，就剩爱子一个人了。德仁和雅子在全力推他，宫内厅也不得不把资源往他身上倾斜，毕竟总不能让皇室的公务没人干吧。可就是这么一个能扛事、受欢迎、处处得体的嫡公主，就是因为是女孩，连继承皇位的资格都没有，一边要她干活出力撑门面，一边又把她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反观邱小公家的悠仁，从小被继子妃吹成神童，结果小学作文比赛抄袭，升学全靠特别推荐走后门进名校，连基本的算术都被质疑有问题，每次公开露面都紧张的手足无措，外交能力跟同龄的爱子差了10万8千里。就因为他是男的，他就是铁定的皇位继承人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哪里是选继承人，这分明是选性别。也难怪日本民众越来越不满，他们支持爱子，不只是喜欢这个姑娘，更是在表达对这套腐朽规则的不满。凭什么天皇的亲女儿比不上一个远房的养子？凭什么能力强、人气高的人不能继位，就因为是女的？可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至少在婚姻这件事上，爱子没顺着他们的剧本走。他没有去相那些安排好的旧华族子弟，没有接受所谓的最优解联姻，他守着自己10几年的青梅竹马，谈着安安稳稳的恋爱。而德仁和雅子也用实际行动站在了女儿这边，他们主动拉开距离，给小情侣留空间，默许媒体曝光这段关系。说白了就是在表态，我们女儿的婚事我们自己说了算，那些政治算计都别打她的主意。太能理解德仁和雅子的想法了，他们俩这辈子就是被皇室规矩毁了的。当年雅子是外务省最耀眼的女外交官，哈佛毕业，牛津硕士，精通3门外语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就因为德仁追了她6年，她放弃了自己的外交梦想，嫁进了皇宫。结果呢，几百条规矩捆着她，说话不能比丈夫大声，走路不能超过半步，连笑露几颗牙都有规定。所有人都盯着她的肚子，逼她生儿子，硬生生把一个意气风发的女外交官逼出了重度抑郁，躲在深宫里10几年不敢露面。德仁看着妻子受委屈，却护不住她，只能在记者会上红着眼说，皇室的环境在否定雅子的人格，那种无力感，她记了一辈子。所以到了女儿这里，他们根本不想让她重走老路，什么女天皇，什么继承权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女儿能开心，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能过自己想过的日子，不用像她妈妈那样一辈子困在规矩里，连自己的人生都做不了主。雅子这辈子
被偷走了外交梦想，被磨掉了棱角，熬了30多年才熬出头。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再走一遍同样的路。所以你看，现在的爱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舒展了。他不用勉强自己去争什么皇位，不用被迫接受不喜欢的联姻。他有疼他的父母，有陪他长大的爱人，有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有全日本民众的喜爱。他活成了日本皇室里最像普通人的公主。有人说，爱子这是输了，明明人气这么高，却当不了天皇。可我反倒觉得他赢了。他赢在没有被权力和身份困住，赢在守住了自己的生活和爱情，赢在他不用为了一个虚名，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。比起未来要坐在皇位上被规矩捆一辈子，被逼着生儿子的悠人，爱子能拥有普通人的幸福，能拥有真心相待的爱人，这难道不是更幸运的事吗？日本皇室这套传男不传女的规矩，看起来坚不可摧，其实早就不得人心了。时代在往前走，人的观念在变，那些死守着老规矩的保守派，总有一天会被时代甩在后面。而爱子和 H 君的这段感情，就像是砸在这套冰冷制度上的一颗小石子，它没有推翻什么，也没有改变什么，但它让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在等级森严的皇室里，在算计来算计去的权力游戏里，依然有纯粹的感情，依然有人在坚持做自己。今年夏天那须动物园的那一幕真的特别美好，夏风吹着，鸟类表演在台上进行，24岁的公主坐在前排，身边是认识了10几年的青梅竹马。她在说话，她在笑，父母站在不远的地方，默默给他们留着空间。那一刻，什么就公家养子，什么政治联姻，什么皇位继承，所有的算计和纷争都退得远远的，剩下的只有一个女孩最真实的快乐。至于未来会怎么样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不管最后 H 君会不会成为正式的驸马，不管爱子以后会不会接手更多的公务，不管那套该死的规矩什么时候能改，至少现在他是开心的。而对看着他长大的民众来说，这就够了。他们看着她从被霸凌的小女孩长成温柔坚定的公主，看着她从被网暴的小胖妹长成独当一面的外交官接班人，看着她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不被安排的爱情，这就够了。毕竟王冠再耀眼，也比不上发自内心的笑容；皇位再尊贵，也比不上握在手里的幸福。